有些人会好奇牛市是不是走了，还只是山寨季还没开始而已，又或者是这一轮牛市跳过了山寨季。不管你是刚进币圈的人，或者是在币圈一段时间的人，应该都会想要知道会不会有山寨季。欢迎来到Hook实验室，每次山寨季的时候可以说是最疯狂的时刻，只要方向做对了，开单吸金如流水。如果体验过一次的人，资产应该都能够翻上好几番。像是早期的 DeFi Summer， 又或者是狗狗迷因的疯涨时期。那么今天要与你从不同的面向来去探讨，到底有没有山寨季？如果有的话，哪时候会来？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走！我们在之前有与大家分享比特币和以太坊现货 ETF 的一些预测。目前来说，比特币还是机构型的玩家比较青睐的主流资产，而以太 ETF 相对买入的力道就小得非常多。但是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，就是灰度基金的流出量也开始慢慢的减缓了，但是在机构买入的速度还是稍显缓慢，和之前与大家分享的情况差不多。那如果没有看过之前的影片，也能够去点选画面的右上角去观看。目前可能大家觉得市场很冷，其实如果我们把代币的价格放上来看，基本上现在的价格其实也只距离之前的高点大约 20% 的差距而已。而且近期的币价虽说浮动较大，但也有稳定在一定的水平，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比特币已经开始有筑底的迹象。所以说目前大众的热钱也比较少流入币圈， BTC、Google Trends 的搜索热度，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单一在台湾，都回跌到去年起涨点的8月。再加上目前的市场叙事没有一个主轴，像是之前的山寨季就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主题，不管是 NFT、GameFi 又甚至是 DeFi， 都至少有一个非常能够造梦的一个主题，让大部分的资金能够在同一个板块上去堆叠。那么还有山寨季的可能性吗？首先，山寨季为什么会来？这通常就是在市场行情高亢的时候，集体的资金会外移到某个板块来进行炒作，就有点像是今天你在公司正在上班，但一成不变的上班有一点无聊。那一旦有一个变因，像是刚好黄仁勋到你的办公室楼下开会，相信也会有很多人离开工作岗位跑去1楼去参加这个盛宴。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死守在办公室，但这就像是山寨季的资金一样，一旦在一段稳定的行情后，有了话题性，多了炒作空间，资金就会移动到其他的币种。另外的就像是所谓的资金外溢的效应，就像是大家被关在办公室很久了，总会想要出去透透气。那像是投别的公司的履历，看看能不能拿到更高的薪资，要么就是有新的叙事出现，不然就是资金开始外溢回到高风险资产。而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市场能够接受的稳定价位，才会开始资金外溢。像是 BitMax 的交易所老板 Arthur Hayes 也相信，比特币要在价格稳定在7万的时候，然后以太要超过4000的时候，才有可能后续的山寨季。我们从2个角度去解析这件事情，首先就是链上数据层面。以链上数据来说， 45% 的比特币在过去半年都没有移动过。这个指标通常是在指比特币价格接近高点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移动，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开始转移比特币的资产，像是去交易所卖掉，或者是转移到其他资产。尤其在已经持有资产的3到6个月的这个比例会大幅的降低。目前大家还是持有着比特币在手上，但同时交易所还有所有项目都在近期好像都是停止发了项目一样，很像在憋大招。而大部分的一级市场的 ICO 也都推迟上币。那除了这之外，以太坊本身的交易数据也都远低于其他链，交易手续费也创新低，现在不到1柜，就代表是说以前可能交付一次需要$20之类的手续费，而如今不到$0.7就能够做链上交互。因为确实交易的数据非常少，市场也非常的冷。然而一些不同的链，像是 Solana 或者一些迷因的盛行的链，因此数据相对的比较好。
但这也还不能代表山寨季就会因此回来。我们如果去看链上的锁仓 TVL， 可以看到我们距离上一个山寨季2022的水位还少了至少一半。那我们回到 BTC Dominance， 就是 BTC 点 D 的这个数据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说，以目前来讲，大家手上都还是持有着比特币的比例居多。等到这个数据持续下降的话，我们就会产生说前面所说到的这个外溢效应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TradingView， 然后去看这个 BTC 点 D。虽然链上数据喜忧参半，但还有没有可能从宏观的层面去下手的可能性？那近期宏观层面的数据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像是最直观的就是降息。以目前来说，9月有可能是开始降息。早些的影片我预测是大约在2025年的 Q1 左右，主要是卡到总统大选。那通常降息是因为市场疲软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在大选前展示市场疲软的态度，但因为各种数据都支持，这次可能真的会在9月会进行降息。而且换个角度想，选民可能不会理会市场是否疲软，反而是在不在意手上的资产会不会萎缩。如果真的是降息的话，就可能会带动风险资产的上涨，对于选民来说也是间接有感的操作方式。除了这之外，传统金融 PayPal 也发行了稳定币 PYUSD， 也来到了 7.3 亿美金的水位，代表稳定币的资产也是持续的在增长。而且像 Goldman Sachs 高盛也是持续的建仓比特币，目前也来到 4.18 亿美金的水位。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，传统金融也是在持续建设的同时在建仓。那除了这些宏观的层面，涨幅一定需要有资金。那我们可以看到 M2 的货币供应量，这个数据是美金在市场的流通量，一旦只要越多的钱在外面流通，高风险资产的需求也会变大。也就是说，股票和币圈相对也会有外部资金进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疫情时间，美国在大撒币、疯狂印钞，造就了一段股市和币圈双赢的创新高。那如今在过去的1年多，货币的总供应数据是下降的，但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也公布可能流行猴痘的这类疾病。除了这之外呢，市场也会开始降息。所以后续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会呈现 V 字反转上升，这就会有更多的钱流入高风险资产。还是有变因的。说回到美国总统选举，主要目前 Trump 和 Harris 选情蛮焦灼的，在 Polling Market 上预测都是趋近于 50%， 那有时候 Harris 高，有时候 Trump 高。那最主要的是 Harris 民主党对于加密资产的态度其实是不太明确的，而且有打算任命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为新任的经济部长。那我们也知道 SEC 在打压加密资产的态度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发展，而 Trump 的共和党已经有明确表明支持加密资产的态度，本人也亲自到今年的比特币大会上，所以接下来的选举确实对接下来加密产业影响庞大，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但是因为选举的情形已经有一点白热化了，可以在近期减少迷因币的操作，不然常常会因为一个消息导致暴跌归零。那么我们就总结一下，这个山寨季到底会不会来？上一波走势也是在一个极度洗盘的情形下发生的，在市场没有明确的走向时，也把大部分的筹码洗掉，直到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出来后，整个盘势才会往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走，也因此币的价格突破了新高。只能说接下来可能大的要来了，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并不知道机构一直在收比特币，甚至不关心这类型的消息。那可以说大家目前在币圈的大家是市场的早期拓荒者，但是后续10年回来看，你一定会觉得说10年前的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早期的科技在演化的过程中，像是2000年的 .com 世代，也是洗掉了一堆公司，但是只要是市场有需求，技术能够解决问题，价值还是会被慢慢的探索出来。所以这个最终的问题是山寨季来不来，还是会来的。以目前的数据层面和宏观层面都是在有一个正确的道路上，但缺的就是一个引爆点。如果在近期反而如果是有新的叙事或者是新的东西可以去多加尝试，像是某某协议创了一个新东西，冲就对了。尤其是这个新东西马上有仿盘出现后，一旦有人模仿就代表做成功了。
有时候也因为山寨币会大洗牌，也可以关注一下排名在50到200名市值之间的币种，因为有时候老牌的币种可能比较难动。最后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在这轮周期最看好哪个赛道的山寨币？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。那如果呢影片看到这边有学到一些实用的东西的话，也请给我们个赞，并且与身边的好朋友分享。那还没有订阅库克实验室的人，也赶快动动手指订阅起来，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